老人紧紧抓住救生筏上的绳索，努力稳住身形，可突然他就随着救生筏翻滚起来。待老人重新站稳之后，才发现救生筏已经被暴风雨掀了个底朝天，而帐篷内也涌进了大量海水。老人慌忙用力拉拽绳索，试图让救生筏再翻转过来，可显然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眼看自己即将被涌进的海水吞没，老人别无选择，他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开帐篷拉链，游出帐篷来到海面上，顶着暴风雨，用尽全身力气将救生筏翻转了过来，然后艰难地爬上救生筏。一番操作下来，老人精疲力竭，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痛苦地瘫倒在救生筏里。虽然暂时安全了，可老人不知道的是，更加危险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而他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都始于几天前的一次事故。本片绝对是最孤独的灾难片，整部影片只有一个角色，没有任何配角或对手戏，讲述的是一位不幸遭遇海难的老人是如何在不断失去各种生存物资的情况下艰难求生的故事。如果你也失去了人生中重要的东西，请一定要看完它，它必定会让你知道，只要还拥有希望，就不是一切尽失。这天独自航海的老人正在船舱里睡觉，随着船体一阵晃动，大量海水涌入进来，老人立刻起身查看，只见船舱破了个窟窿，大量海水正不停地往船舱里灌。老人来到甲板，只见海面上竟飘着一个长达10米的集装箱，悲催的是集装箱的一角深深地嵌入到了船体里，海浪不停地推动集装箱，挤压着船体，使得帆船受力倾斜，海水从破损处灌入船舱。老人郁闷至极，急忙将船帆降下，减缓帆船的前进速度，这样就能减轻船体和集装箱相互挤压的力量。然后老人翻出一根2米长的铁棍，用力撬动集装箱，试图将它和帆船分开。然而铁棍都已经被撬弯了，集装箱也不愿和帆船分开。老人愤怒地扔掉铁棍，无奈地看着面前这个痴情的大家伙，如果再不把他俩分开，随着灌入的海水越来越多，帆船必然会沉入大海。这时老人看到了集装箱脚上的孔洞，顿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迅速返回船舱，从柜子里拿出浮锚，然后跳到集装箱上，将浮锚的绳子牢牢系到孔洞上，再把浮锚扔到海里，然后返回船上，控制帆船往反方向移动。随着浮锚将集装箱向后拉，成功将帆船和集装箱分离开来，而帆船也随之恢复平衡，不再有海水灌进船舱内。随后老人驾驶帆船缓慢靠近集装箱，收回了系在集装箱上的浮锚。做完这一切，老人返回船舱，从海水里翻出修补工具，调配好胶水，仔细涂抹在船体破洞周围，然后用修补材料严密地贴在破洞上。确认牢固后，老人找到一根木棍，手动运转因进水而失灵的排水系统，将船舱里的积水排出去。可老人太累了，实在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草草吃了个罐头，就在船舱里搭起吊床，睡在了水面上。第二天，老人将船舱里的海水清理干净后，取出甲板下的蓄电池，连接上无线电，可无线电却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无线电，老人就无法向外界求救。他郁闷地在船舱里喝起了闷酒。突然，老人听到无线电发出了呼叫声，他急忙来到甲板上，拿起无线电向对方求救，岂料无线电再次失灵。巨大的落差让老人灰心丧气地躺在甲板上。这时他看到桅杆顶的信号接收装置，于是决定爬上桅杆检查一下。可就在老人爬到桅杆顶时，却看到远处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到来。老人急忙返回船舱，将零零散散的物品收拾起来，还接了一桶淡水以防万一。暴风雨转眼即至，帆船剧烈地摇晃着。老人这时才想起还没有悬挂暴风帆，于是系上安全绳，带着暴风帆顶着狂风巨浪爬到船头。不成想一个巨浪袭来，老人瞬间被卷入大海中。万幸老人系着安全绳才没被海浪冲走，他顺着安全绳重新爬回了船上，匆忙挂起暴风帆，狼狈返回到船舱，瘫倒在沙发上。然而还没等老人缓过劲来，他就在船舱内翻滚了起来。等稳住身形，老人竟然发现天窗出现在了自己脚下，原来此时帆船已经被海浪掀翻了过来。然而下一秒，老人慌忙蹲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抓住桌角。这时他想起浮锚可以稳定船身，于是拿出浮锚重新来到船头。可是他刚把浮锚抛下去，一个巨浪就将他和帆船一起卷入海中。老人拼命划水抓住栏杆，随着帆船的翻滚重新回到船上。可经过这一番折腾，桅杆被拦腰折断，老人只能割断绳索，舍弃了桅杆。然而老人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回到船舱，刚想要喘口气，一抬头就看见了令人崩溃的一幕，船舱再次破了个洞。老人顿感无语，他刚要起身打算上前修补，不知过了多久，老人苏醒过来，只见破洞已变成了水帘洞，船舱里的水也已漫过了胸口。老人预感情况不妙，于是搬出救生筏扔进海里。待充气完成后，纵身跳了上去，撑起救生筏上的帐篷，紧闭拉链，祈祷自己能平安度过这次危机。当老人从熟睡中醒来，外面早已是风和日丽，可帆船却已经大半沉入海中。老人返回船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老人难以置信。只见船舱几乎已经被海水灌满，帆船也眼看着就要沉没。
他立刻进入船舱，在水里摸索着收集所有能用到的物资，这些都是他在茫茫大海中活下去的依仗。最后还潜入水中搬出了航海定位仪。老人前脚将所有物品搬到救生筏上，后脚帆船就开始倾斜，随后一点一点沉没在大海中。老人眼睁睁地看着帆船消失在眼前，心中不禁泛起对前路的担忧。茫茫大海中，老人不能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他取出航海定位仪，利用海平面和太阳角度找到了自己的准确位置，并且在海图上标记了下来。这时老人才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前方有一条国际航道，只要进入航道范围内，就可以遇到大型货轮，从而获救。而且更幸运的是，此时的风向正好将救生筏往航道的方向吹，这对于厄运连连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一切又岂会如老人所设想的那般顺顺利利？果然好景不长，片刻之后，老人突然听到一阵雷鸣声传来，他急忙起身向前方望去，只见乌云裹挟着暴雨正向老人袭来。老人急忙钻进帐篷，收拾好物品，紧闭拉链，准备迎接暴风雨的袭击。暴风雨转瞬即至，小小的救生筏在风雨中剧烈的摇摆着。老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上的绳索，可突然他就随着救生筏翻滚起来。原来救生筏被猛烈的暴风雨掀了个底朝天，而帐篷内也涌进了大量海水。老人慌忙用力拉拽绳索，试图将救生筏翻转过来，可显然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眼看自己即将被涌进的海水吞没，老人别无选择，他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开拉链，游出帐篷，来到海面上，顶着暴风雨，用尽全身力气将救生筏翻转了过来，然后艰难地爬上救生筏。一番操作下来，老人精疲力竭，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双手抱头痛苦地瘫倒在救生筏里。不知此时他是否对这次航海的决定追悔莫及。暴风雨过后，大海恢复了之前的风和日丽。老人清理完救生筏里的积水，又在海图上标记出当前的位置。此时他已经离国际航道很近了。老人打算喝口水庆祝一下，然而他刚把水喝进去，原来因为自己的疏忽，老人没有将水桶的盖子拧紧，水桶在暴风雨中灌入了海水。老人瞬间懊恼至极，他垂头丧气地呆坐在救生筏里，在海洋里没有淡水，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他又该如何度过此次危机？突然他抬头看向太阳，旋即就想到了什么。只见他用小刀将水桶的一面割开，在里面装进海水，然后在上面盖上塑料膜，将空罐头放在水桶的中间，再将塑料膜周围固定，最后将一块重物放在塑料膜上，这样一个简易的海水淡化装置就做好了。海水被蒸发后，在塑料膜上凝结成水珠，就会落入空罐头中。果然，2个小时后，老人就得到了一小口淡水。他细细品味着这来之不易的淡水，仿佛喝进去的是珍藏多年的美酒一般。虽然水少得可怜，但至少不会被渴死。接着，老人就需要解决食物问题。他将鱼钩投入海中，试图钓上条海鱼填饱肚子。很快，鱼线被快速拉扯，有鱼上钩了。老人缓慢地拉回鱼线，生怕即将到手的食物挣脱而逃。岂料就在鱼浮出水面的瞬间，一条鲨鱼突然窜出，一口将鱼吞进了肚子，锋利的牙齿甚至将鱼线也给咬断。这下老人不仅被抢走了食物，连鱼钩也失去了。而且更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海里不只有一条鲨鱼，而是一群鲨鱼正围着他游弋。老人急忙坐了下来，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惊动到鲨鱼群对他发起围攻，无法获取食物。要想活下去，老人只能寄希望于外界的救助。经过测量，老人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航道的范围。他迅速起身向远处瞭望，希望能幸运地看到路过的轮船。可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只有海浪在不停地翻滚。不过很快，老人就在海面上发现了一个黑点。经过仔细辨认，他确定那是一艘大型货轮。老人立刻翻出信号棒，等到货轮靠近时，迅速点燃信号棒，不停地挥舞着。虽然体力严重透支，他仍然大声呼喊着求救，希望能被货轮上的人发现。然而在巨大的货轮面前，老人是那么的渺小，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看着逐渐远去的货轮，老人愤怒地将信号棒扔进海里。巨大的反差让他颓然地坐了下来。救生筏孤零零地飘在海面上，老人此刻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预感到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于是拿出日记本，在上面写下了遗言，接着撕下来装进瓶子里，然后扔进了茫茫大海，希望有一天能有人捡到它，了解到他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但令老人没想到的是，晚上他就被巨大的轰鸣声从熟睡中吵醒。老人起身看去，竟然是一艘大型游轮正从身旁驶过。他急忙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可这次依然和上次一样，没有人发现海面上的老人。老人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于是将最后一枚信号弹也发射了出去。可情况却没有丝毫改变，看着逐渐远去的游轮，他再次陷入了绝望。但他不甘心就那么在大海中死去，于是决定放手一搏。老人将日记本撕碎放入水桶中，然后将纸张点燃，希望火光能引起游轮上人们的注意。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阵海风吹来，火焰不可控地燃烧了起来，
窜出的火焰引燃了救生筏，老人也随之被迫跌入海中。他控制着身体浮在海面上，眼睁睁地看着救生筏越烧越旺，那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依仗，更是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可在这一刻，所有这些都随着大火灰飞烟灭了。老人彻底心灰意冷，任由自己向深不可测的大海沉去。在水下，老人看着燃烧的救生筏呈现出一个大大的圆形，就像是一个句号一般，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终止符。可就在老人即将被无尽的黑暗吞噬时，他突然看到一束光照射了下来，接着就看到一艘小船正向救生筏靠近。老人死死盯着海面上的小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瞬间，他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他用尽最后的力量，拼命向小船游去。在即将抵达海面时，紧紧地握住了一只坚实的手臂。